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1月14号。那么1月14号呢，离美国新总统就职呢还剩一个礼拜，也就仅仅还剩一个礼拜的时间，美国国会呢由民主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发起了对川普总统的弹劾案。这个弹劾案呢，在昨天呢经过投票呢，大部分的这个议员都同意弹劾川普，其中有222个民主党的议员全部投了赞成票，有10个共和党的议员也投了赞成票，也就是这230多张赞成票呢，就让大多数的议员通过了这个民主党提出的这个弹劾案。这个南希·佩洛西啊，我在昨天的直播节目里面已经说过，他一心一意要弹劾川普呢，除了他自己如坐针毡，他特别怕川普总统动用反叛乱法呢抓捕他，所以说他1分钟也不愿意川普总统继续待在白宫里面，因此他弹劾川普就是给川普制造巨大的心理压力。他其实知道这个弹劾案能否成功呢，他是没把握的，因为在众议院他是可以利用民主党议员呢占多数的这个优势去通过这个弹劾案，但是弹劾案到参院是需要有2/3以上的参议员同意的，那么也就是说至少要有67个参议员同意。大家都知道参议院有100个参议员，那么2/3呢就要达到67%，而民主党的这个议员呢就是达不到67%，没有67个嘛，即使他是多数票，他也不过是51或者52，也就至少还要有10几个，将近20个这个参议员呢来加入到支持弹劾川普的这个行列，这样呢才能弹劾川普成功。那么这种情况呢，昨天的麦康奈尔呢，他发表的声明呢，他已经变了调，也就是到这个时候呢，他不愿意弹劾川普，他觉得参议院如果审核弹劾川普的这个议案，至少要做到参议员基本上是100%的都同意到19号来举行这个投票会议。如果是有参议员反对，那就没办法提前召开这个弹劾会议，也就是19号之前，按照参议院原来的议程是不审核任何议案的。如果是要审核，就要求每个议员都同意。那么只要有1个参议员反对，实际上19号就开不了会了。即使是开了会，能够弹劾成功的话，也不过是弹劾了还剩1天任期的川普，没什么太大的意义。当然了，对川普总统今后他是否还能够参选，以及川普总统退休是否享受总统的安保待遇，这个是有直接影响的。所以说 Nancy 呢，他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他除了要打击川普、恶心川普，更重要的是他要制造紧张气氛。他知道这紧张气氛到了哪里？美国建国到现在已经245年，可以讲200多年来从来没有看过国会大厅里面睡满了军人。我放一段这个 Nancy 他接见军人的讲话。Again, all that we say cannot happen without your patriotism. So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as members of Congress, we respect that, we honor that, and we are very, very grateful to you. The lady from California, Ms. Pelosi. The gentlewoman from California. And we know that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incited this insurrection, this armed rebellion against our common country. He must go. He is a clear and present danger to the nation that we all love. Our democracy endures. It endures because at every juncture, It every also pivotal seems moment, that President Trump may be most likely to be impeached when he is correct. On this vote, the ayes are 232, the nays are 197. The resolution is adopted. Without objection, the motion to reconsider is laid upon the table. 大家可以看到，在整个国会大厅里面睡满了男女军人的这些照片，你就想象看，这是美国吗？可以讲这是中南海哇！只有专制国家，他们去开什么人民大会堂的会议，才会对北京城可以讲大部分的地方戒严，所有的地方老百姓不可以去，所有的军人3步一哨5步一岗，人民大会堂也好，中南海也好，是荷枪实弹，这是中国共产党一个专制政权、专制政府才干的事啊！但是今天发生在美国，你敢相信吗？在美国的国会里面，200多年来，你什么时候看到过有大量的军人聚集在国会，而且就睡在国会大厅里面，说是要保卫国会开会，防止这个
川普的支持者来袭击。你觉得川普的支持者会到国会大厅来袭击吗？有这个可能吗？1月6号发生的对国会的冲击，难道事实还不能证明这完全就是安提法他们事前制造的阴谋活动吗？连 CNN 都做了报道了。CNN 是最反对川普的，是最左的一个媒体。CNN 在昨天报道说，已经根据他们掌握的情况，能够完全知道冲击国会的是安提法组织的一小部分，他们有预谋、有目的、有计划的一个行动。这个行动，他们目的就是带动大量的不明身份的、他们也不了解的那些普通的川普总统的支持者，在国会大门被警察故意打开以后，然后他们跟警察里应外合，把群众引到国会大厅。是打砸抢是他们来干的，因为他们随身都带着各种武器。我在前面的节目里面讲过，他们身上还带着对讲机，互相呼叫。你想想看，川普总统的支持者有谁带着对讲机，然后大家呼叫了干什么？而且带着大钳子，带着榔头，带着这些砸玻璃的工具。你觉得川普总统的支持者谁会带这些工具到达华盛顿 DC 现场呢？所以说，种种事实都表明，砸国会的，就是1月6号冲砸国会的，是安提法有组织的陷害栽赃行动。这种行动现在大量的事实已经表明了。南希他不知道吗？他都知道，但是他装模作样，他把大量的军人调到了美国国会大厅里面，来了多少？来了15000多个人。这15000多个人相当于多少？相当于美国驻伊拉克和阿富汗部队的总人数的3倍。也就是说，南希他调动的这么多的美国军人进驻美国国会大厅，已经达到了美国驻军伊拉克和驻阿富汗的3倍啊！你觉得这是一个真正的民选政权吗？你觉得这是一个真正的贴近人民的政府吗？这是一个人民拥护和爱戴的政府吗？一个被人民支持的政权需要恐惧吗？你看过哪一个民主政府、哪一个民主政权需要大量的军人荷枪实弹的去保卫他们一次议会的投票呢？所以说，这种过去只有在中南海和人民大会堂才能看到的荷枪实弹的这种情景，今天居然在美国国会上演，这完全是给美国民主蒙羞，是南希·佩洛西不要他那张老脸，但是让美国人民赔尽了他们的脸面。因为这种照片给全世界任何一个专制国家看到，他们高兴死了，三胖看到高兴死了，哈梅内伊看到高兴死了，普京和习近平笑死了，就说你们动不动指责你们有民主，我们中国专制不好，我们俄罗斯专制不好，我们三胖专制不好。你看看你们投个票都要派上万个军人把你们的大厅保卫住啊，而且军人们横七八竖的躺在国会大厅里面，叫什么样子啊？所以说呢，这种照片它的流传都是给美国的民主蒙羞的。而在整个1月6号之后，现在民主党开始了疯狂的对川普总统的支持者的报复，这种报复的程度让你感觉到瞠目结舌，也就是只有共产党的国家才会搞这种秋后算账，才会搞这种株连，才会对他们要打击的一个对象，他所有的支持者对他们反攻倒算，对他们满门抄斩。很简单嘛，你看去年6月份发生黑名贵和安提法事件的时候，大量的打砸抢烧的时候， FBI 已经完全掌握，但是 FBI 没动静啊。FBI 拿到了亨特拜登的这个电脑笔记本，拿了1年多，他有没有任何动静啊？最高法院接到德州上述那4个州他所有的这些舞弊案之后，最高法院也没动静啊，最高法院直接是退回去啊。也就是大家感觉到美国的司法干什么？美国的司法要不要再进行维护法律正义的工作呢？这时候你感觉到司法已经死掉了嘛，所有的司法制度瘫痪了嘛。但是当愤怒的人们冲进了美国国会大厦的时候，这时候司法系统就像打了鸡血一样，迅速的启动抓捕了。他们现在抓捕和诉讼了很多人，其中网上呢本来是传说那个牛角人，说那个牛角人被抓以后，牛角人要求提供有机食品，由于不提供有机食品呢，他就拒绝吃饭。后来又有网上传闻的一个报道，说是因为吃不到有机食品，他很生气，最终他开枪自杀了。我不知道他在监狱里面他怎么开枪自杀，所以说这个报道我当时看到我就觉得是虚假的。那实际上真正自杀的是哪一个呢？是一个佐治亚州的一个来到华盛顿地区支持川普的支持者，他是一个40多岁的一个中年男子，他有2个孩子。他呢是因为呢那一天他在华盛顿地区广场呢，当6点宵禁的时候他没有走，他到7点多钟才撤的，也就是他违反了华盛顿地区的宵禁令，因为宵禁从6点就开始了，在宵禁之前任何人不可以在宵禁区域出现的。他呢违反了宵禁令，一直没有离开，那么最终呢他被抓捕了。抓捕以后呢，以他违反宵禁令为名呢，要对他呢进行了10个月判刑的处罚，另外呢还要罚款的$1000。
所以这件事呢对他伤害极大，因为呢他非常珍惜自己的名誉，他回去想不开以后他就开枪自杀了。所以说你想想看，这种事情的发生是多么大的悲剧。他本来赶到华盛顿地区是支持川普总统的一个支持者，当然了，作为他来讲，在6点钟宵禁令开始之后，他没有离开呢，是他个人的错误。只是你这个处罚也太过分了，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要对他处罚10个月的监禁，而且要罚款他$1000。那么因为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忍受不了他自己名誉上受损，最终呢，他就选择了自杀。所以说他的死非常非常的不值，这就跟赶到这个华盛顿地区支持川普总统的来自圣地亚哥的这个空军退役的女军官阿什利一样。阿什利本来是带着一腔热血来支持川普总统的，他进到国会大厦之后，他是跟着大家一起进去的，是警察主动把栅栏拉开，让他走进了国会大厦。他没有任何过激的行为，他始终在和平的抗议。就这么一个和平抗议的，曾经为美国做出贡献的一个退伍女军人，就被黑警隔着玻璃打了一枪，然后最终阿什利献出了他自己年轻的生命。所以说，在整个我们看到很多人，很多无辜的人，他们支持川普总统，他们一点都没有错，可以讲他们都是和平的，是理性的，但是最终他们为这次运动献出了生命。那么这种事情的发生，你觉得错误在谁呢？可以这样讲，在昨天弹劾川普总统的这个国会听证和国会投票的这个议会上，有很多议员表达了自己不同的看法。我昨天介绍过一个女议员叫格林，格林已经明确地指出，整个这个运动，整个你们对川普总统的这个是一个陷害。川普总统是一个爱国者，他自己担任总统4年来，他举行过600多场集会，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群众的打砸抢烧，从来没有过任何暴力。倒是你们黑名贵，你们支持的黑名贵不断制造的各种打砸抢烧，你们不但不处理不制止，你们反而鼓励。你南希·普洛西带头下跪，向黑名贵表示你们的支持和致敬。拜登这个当选总统，拜登跟你南希·普洛西一样，你们这种做就是助长黑名贵在美国制造打砸抢烧。所以说这种状况，你们实行了双重标准，你们对待了川普总统，你们对川普总统那些有人陷害他们的行为，你们看不到。这是格林昨天在议会上的发言。另外，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国会议员叫马特盖茨，马特盖茨在昨天这个发言中也是义愤填膺的。他有这么一段已经译成中文的录音，我呢发给大家看。The objection. Gentleman is recognized for 5 minutes without objection. Madam Speaker, one of the first things we did when the House convened today was to join together to extend our grace and our kindness and our concern for a colleague who has experienced just an insurmountable amount of grief with his family. And I want all of our fellow Americans watching to know that we did that because we care about each other and we don't want bad things to happen to each other. And our heart hurts when they're due. Now, I'm sure there are plenty of folks over there who don't like me too much, and there are a few of you that I don't care for too much. But if anybody had been hurt today, it would have been even more of a catastrophe than we already saw. And I think that's an important point for the country. Another important point for the country is that this morning, President Trump explicitly called for demonstrations and protests to be peaceful. He was far more, you can moan and groan, but he was far more explicit about his calls for peace than some of the BLM and left-wing rioters were this summer when we saw violence sweep across this nation. Now, we came here today to debate, to follow regular order, to offer an objection, to follow a process that is expressly contemplated in our Constitution. And for doing that, we got called a bunch of seditious traitors. Now, not since 1985 has a Republican president been sworn in, absent some Democrat effort, to object to the electors. But when we do it, it is the new violation of all norms. And when those things are said, people get angry. Now, I know there are many countries where political violence may be necessary, but America is not one such country. Madam Speaker, it was wrong when people vandalized and defaced your home. It was wrong when thugs went to Senator Hawley's home. And I don't know if the reports are true, but the Washington Times has just reported some pretty compelling evidence from a facial recognition company showing that some of the people who breached the Capitol today were not Trump supporters. They were masquerading as Trump supporters and, in fact, were members of the violent terrorist. 那么这段录音上传以后呢，会不会被删除呢？我呢没把握，因为我的节目呢现在经常受到 YouTube 的警告。但是我觉得我有必要去传达
这些正义的声音。国会议员在国会上的发言，我觉得是正当的，他完全有理由代表他的选民对国会这种不公正的弹劾行为，他表达他自己的立场。那么这种情况，我觉得主流媒体虽然没有报，建明作为一个自媒体，我有这个责任和担当。作为我来讲，我重要的是传播真相，传播事实给大家知道。所以到这一段视频里面，你可以看出马特盖茨明确指出，川普总统没有宣传过任何暴力，是你们对他的双重标准。黑名贵的时候你们支持，你们从来没说过黑名贵是暴力。但是当来到华盛顿的这一批人，尤其你们明知道冲砸华盛顿地西、冲到华盛顿地西国会大厦的这些人是安提法的人员，冒充川普的支持者，他们在做这些肮脏的事的时候，你们完全了解，你们凭什么在事实的基础上，你们还来去弹劾川普总统？这是国会议员马特盖茨来自佛罗里达州的他的发言。这种发言实际上就是让国会议员、让所有的民众都知道真相，不是讲国会的这些政客们不知道，只是政客们选择了跟黑暗和解。大部分的这个民主党的议员是装看不见，那么共和党其中有10个议员，他们助纣为虐，其他的共和党的议员是投了反对票的。也就是说，在昨天国会弹劾川普总统的这件事上面，我们很清楚地看到正邪之分。在整个1月6号之后，很多企业以川普总统鼓动所有的民众参与了华盛顿的暴乱，以这个为名，有很多企业呢，他们呢是跟川普总统解除了他们的合约，也就是跟川普家族解除了商业合约。有的银行已经封堵了川普总统的银行账户。那么推特呢，大家都看到，推特、脸书、扎克伯格和推特的 CEO， 他们通通禁止了川普总统他的推特账户和他的脸书账户。推特的 CEO 他理直气壮就跟川普和川普总统的支持人讲，如果你们不喜欢我们推特公司的管制，你们可以走啊。这个话你看看多耳熟啊，这跟共产党讲的话有什么区别啊？就跟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讲的一样，你们不喜欢我们的专政，你不喜欢我们的政权，你不喜欢我们国家，你可以滚啊，你可以离开啊，不要你在我们国家啊。所以说呢，推特的这个 CEO 他现在的一个口气就跟中国共产党是一样。所以说美国现在滑向社会主义、滑向共产主义，这个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大量的美国的政客，他们在共产党长期的渗透之下，他们跟共产党是一种狼狈勾结的关系，他们希望把美国出卖给中共，但是他们嘴巴上仍然说得很好听。我们加州的一个议员，就是在国会担任众议员的这个斯沃维尔，跟美国 FBI 明确认定的中国女间谍芳芳睡了6年的斯沃维尔，他不仅没有受到国会的调查，没有受到 FBI 的调查，把他送进监狱，免掉他的国会议员职务。相反 ，Nancy Pelosi 把他塞进了国会的情报委员会，同时还任命他为弹劾川普总统的负责人。可以讲，这个人的无耻已经从他自己跟芳芳这么6年的苟合，我们就已经看到，他实际上就是为中国间谍在服务的一个渗透在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里面的一个美国的无耻的政客。这个人在这2天，他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把川普总统比作本拉登。也就是他认为川普总统就是恐怖分子，就是恐怖分子头子，就是本拉登这样的角色。他自己跟本拉登合作，他自己跟中国共产党合作，他自己在中国共产党派出来的女间谍在他的怀里面睡了6年，就是这么一个肮脏的人。但是他嘴巴上他要高喊的政治正确，他却要打倒川普总统。川普总统可以讲，他这4年他是创下了很多世界第一的。川普总统是第一个在他自己任内被2次弹劾的总统。川普总统也是一个被媒体永久封号的总统。川普总统是历史上第一个获得了最多人民选票的总统。川普总统是第一个为了争取言论自由，连累了其他一个媒体就是帕勒，然后被下架的总统。川普总统也是第一个在任被控告为搞政变的总统。同时，川普总统也是一个每年只拿$1的总统。川普总统是一个缔结了中东阿以和平的总统。川普总统也是一个在他的任上，在最近这几十年来从来没有发起过战争的总统。所以说，川普总统的业绩是非常非常多的。川普总统他为美国制造再次伟大。川普总统制造了他任内最高的股市价格。川普总统在他的任内已经扫除了大量的失业者，创造了最高的就业记录。这不都是他的成绩吗？这种成绩别的人谁做到了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国会居然要弹劾川普总统。可以讲，很多证据是非常明确的。在整个对冲击国会大厦里面，有很多都是安提法的人嘛。我在前期的节目里面介绍过一个叫约翰·沙利文的，这个人已经是被 FBI 被警察抓捕的，已经是这个人在今年5、6月份安提法和黑名贵运动中大量的打砸抢，
已经被抓捕、已经定罪的这么一个人。就这个沙利文，他在那一天，在6号去国会大厦之前，他在他自己的酒店里面就拍了一张照片。那张照片，他把他自己身上的装扮全部装扮成川普总统的支持者。他什么时候支持过川普啊？他是来搞破坏的。所以就从沙利文的被抓捕，从沙利文他在酒店里面乔装打扮，以及他在国会里面搞打砸抢的行为，就完全证明了攻击国会大厦就是安提法制造的有计划、有预谋的行动。既然已经大量的证据都起获，为什么国会仍然看不到呢？而普通老百姓大家都很痛心啊，可以讲来到华盛顿地区向我建明这种支持川普总统的支持者，我们都很痛心啊。其中我在网上看到大剧院采访了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曾经的89学生，叫瑞娜王。这个瑞娜王就谈到了他到美国的他个人的经历。他说过，他本人是参加过中国的民主运动的，也就是说8964时候，他本人就在天安门广场，他目睹了中国政府对北京市民和中国学生残酷的镇压之后，他对中国这个政权非常非常的失望。所以说，在那一年，在8月份，他呢本人呢就飞到了美国。他来到美国，来到了自由世界，他非常的兴奋。第一个，美国这个自由世界提供了他一个广阔的天空，他靠自己学习，靠自己的努力，靠他自己的双手，创造了美好的生活。他在享受着这个幸福的、自由的美好生活，他感叹着美国的伟大。Actually, I'm very happy to be there to DC because I think I should witness the history, but also create history, be part of it. Just want to tell some of my experience. I think the whole world understand it. That's 1989, June 4th, the Tiananmen Square massive massacre. And I was there. I witnessed my friends die. On August 11, I was on the airplane to United States. On the plane, I'm crying all the way because I'm so disappointed for my country, for my country's future. That's desperate, you know. I think I come to a free country in United States. 所以说，瑞纳王他这一段讲话就充分的可以看到，他向往美国的自由，他鄙视中国政府的专制，鄙视中国共产主义给劳动人民、给全体14亿人民带来的巨大的专制的痛苦。因此，当他庆幸自己来到自由主义国家时候，但是很快他发觉变味了啊。他说，自从奥巴马执政以后，他感觉到了大量的社会主义气息，他感觉到了美国他已经在偏离了方向，已经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方向的发展。所以到了这个时候，他觉得美国不能够再这样堕落下去了。他明确就说到，如果美国走向了共产主义，我们还到哪去呢？我们哪个地方还能接受我们呢？美国是世界民主灯塔，如果美国的这个灯塔都灭了，美国这个都已经演变成共产主义了，那世界还有什么希望呢？ Actually, a lot of story for our first generation, of course, right? But I'm happy. I working by my hands and I earn everything myself. I think this is a free country whenever you just do what you can do, like working with your hands, and then you can make a good living. I think I'm happy. I think I really came to a free country. But when Obama was the president, I smelled something so familiar with the socialist country, you know. It's a big warning sign for me. And then I saw what Trump did in his 4 years term. I like what he did. So in this way, and I watched all the debates from Trump and Biden. So I think I will never allow American to be the communist country again. Because if the American to be the communist country, where we can escape now? Nowhere. This is the last country, okay? Last free lighthouse that I can find. If the American to be the communist country, what I can do, where I can go. That's why I have to go to support Trump. 所以说他在他的讲话里面就明确谈到，我们支持川普，
就是希望川普能够回归美国的传统价值观，就是希望川普能够恪守美国的传统路线，能够保障美国仍然沿着美国国父们开创的这个传统主义路线，能够沿着制造美国再次伟大的道路走下去。所以说我们必须支持川普嘛。我觉得他的讲话完全代表了我们那一代人，代表89那一代人先后从中国大陆来到美国以后，我们这一代人的心声，也就是我建明和这个瑞娜一样，我们都参加过8964，我们都在那场运动中看到了中国政府的残暴，我们都是因为向往自由，我们来到了美国。今天美国已经向中国转变，向中国社会主义滑坡，因此我们心里面非常着急。我们支持川普总统，都是希望美国要守住他自己过去的传统价值观，美国要保护他们的民主制度，美国绝对不能变成共产主义，这是我们支持川普总统的唯一理由嘛。那么为什么现在的结局那么令人沮丧？美国为什么现在左派横行呢？这个呢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来自美国左派的横行，也就是左派呢近半个多世纪，他们在美国的这个肆虐，美国这个左派自由主义的抬头，导致了美国呢基督信仰文化的衰败。美国实际上从1960年开始，它的公立学校里面就已经开始禁止祷告了。从这以后，美国的信仰，美国的基督信仰就已经受到了极大的挑战。美国那时候就步入了白左所主导的偏离美国国本、立国根基的方向，迈向了非美国化以及敌基督化的这个过程。所以说呢，这是一个长期的温水煮青蛙的过程，这将近有60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大量的基督徒在消失，基督信仰被诋毁，而大量的非美国化的情绪不断的产生。然后就是中国共产党从1979年跟美国建交以后，中共对美国的渗透，中共的不断的红色意识形态对美国的渗透，以及对美国拉拢美国的高层，然后用利益捆绑他们以后，最终呢，美国呢信仰错失。大量的美国人，他们现在开始，尤其是美国的下一代人，他们受到那种仇恨美国的教育以后，他们向往共产主义的专制和向往共产主义红色帝国的他那个表面上看上去的繁荣。在这个过程中，美国教会以及那些善良公众，他们呢是一直缺乏警觉和抗争的。现在呢开始已经品尝他们的报应了。也就是说，大量的年轻人，他们由于没有信仰，或者是说他们被共产主义这种宣布的这种邪教所感染以后，所以美国今天的下一代开始呢不断的呢反对传统主义，反对保守主义。这也就是说，美国今天为什么年轻人出现那么多打砸抢，出现那么多安提法，这都是美国产生的各种报应。加上中国共产党的渗透，加上全世界这个左派潮流的盛行，也就是全球化就是共产主义化嘛。共产主义化最终左派就不断的他们推涨这个共产主义这个势头，大量的资本家愿意把资本跟中共结合，中共有了钱以后，在保证自己权贵和全球各种资本家他们个人的利益时候，牺牲的就是全球老百姓的利益。美国百姓毫无疑问来讲，跟中共的老百姓一样，他们也是被这个全球化过程的全球资本最终收割的韭菜，只是跟中国大陆的老百姓收割韭菜的程度不一样而已。但是美国如果继续往这个方向发展，有一天美国的老百姓就会跟中国大陆的老百姓一样，也就是完全被共产主义制度控制，被全球化，被共产主义化最后笼罩的这些人，他们奉献自己的心血以后，他们根本就是被当作韭菜在收割。好，节目的最后我要跟大家报告一下，蚂蚁帮那个王文耿，就是殴打盲流的那个王文耿，我起诉他的申请对他的3年禁止令的这个申请法庭开庭最终的结果，也就是我呢是申请法庭呢要批准一个给王文耿长达3年的这个禁止令。因为大家都知道法庭已经批准给我一个禁止令，这个禁止令呢是临时的，从去年10月12号开始一直持续到今天。那么我希望呢法庭能批准一个长达3年的禁止令。那么当然整个这次庭审呢，我可以讲是获得了重大的收获，也就是最终法庭虽然没有批准给我这个长达3年的禁止令，因为大家都知道加州的法官基本上都是比较偏左的，所以说你仅仅是网络上面他那些互相叫骂的语言，而且他们站在公共场合，他们这种攻击的语言呢，法官呢是很难去认定他们这些语言呢有多大的这个威胁性，所以说法官呢没有批准一个长达3年的禁止令。他就说如果他还有再次骚扰，你可以随时申请新的这个临时禁止令。那么对于这个禁止令能否批下来呢，我没有抱过希望。最重要是我们希望通过法庭调查能够获得一个重大的信息，也就是我们通过这次起诉王文耿已经获得了重大的进展。什么重大的进展呢？因为法庭他要调查王文耿和所有的蚂蚁帮来攻击我家，你的目的是什么？你为什么要来？王文耿他自己告诉法庭，
是因为他们是新中国联邦的成员，是国安会的成员，是国安会发起了全球灭贼这个活动以后，他们说我辱骂他们是蚂蚁，辱骂国安会，所以说呢，在国安会的指令下，这些人呢就来围攻我了。你像那个火鸡拱、八不富、郭宝胜、胡平、吴建民、盲流子，战友们，咱现在全球灭贼啊，先别开锅，先把这几个弄完，弄完以后啊，下一波就是李鸿宽、夏叶良，还有夏叶良啊，孟维琛，下一波主要是孟维琛啊，火鸡拱、李鸿宽啊，还有夏叶良他们，把这一波弄完，再弄那一波啊，一波一波来。那么这就给我获得了重大的进展，因为呢，本来起诉他们，郭文贵是第一被告，但是我的律师呢想来想去以后，最终是把郭文贵把他从第一被告上把他撤下来，让王文耿直接告王文耿，因为我的律师认为，拿什么东西来证明他们到你家门口来围剿你是郭文贵指令他们来的，他们是奉郭文贵指令来的，这是哪一个重要的？就是他你一个关联性。你否则告郭文贵你告不起来啊！这个郭文贵虽然在网上他发布了要打击什么全球灭贼，要灭一批人，灭的人名单里面也有我，但是怎么能证明王文耿他们来的这些人跟郭文贵之间有什么关系呢？结果王文耿在法庭调查的时候，他亲口告诉法官，他们就是郭文贵组织、郭文贵安排，他们是新中国联邦的成员，他们是支持郭文贵，所以说他们现在因为我曾经说过要给郭文贵棺材板上钉一个钉子，所以说呢，他们就来支持郭文贵到我家门口抗议了，这样也就是证据链就全了。王文耿之所以这样做，我认为是王文耿因为郭文贵现在已经把他打成伪类，郭文贵要跟他切割，而他不愿意忍受这种切割，他肯定要赖着郭文贵嘛。这件事是你郭文贵叫我去干的嘛。如果说我打了盲流子，如果说我骚扰了吴建民，我受到什么法律惩处的后果，那你郭文贵你要负起责任来嘛。我们是为你来的嘛，所以说他不会允许郭文贵跟他这种切割，而他这种在法庭上面把他自己跟郭文贵之间的关联关系，他交代的很清楚，我就高兴死了。因为过去我无法证明郭文贵和他们之间是怎么指挥，他们怎么奉郭文贵的指令，如何到我家门口来抗议的。现在他在法庭上讲的话，全部给法庭做了记录，这些全部是法庭成功的，这些都有法律效力的这个法庭文件。那么这些法庭文件，我的律师就可以合法的去调取。调取了这些文件以后，我的律师就可以根据王文耿在法庭上面他自己供述的所有的这些言论，作为我们起诉郭文贵的主要的法定依据。这样呢，也就是说，郭文贵指挥蚂蚁，蚂蚁攻击我家，所有的证据链就全了。下一步就是我们的律师研究好所有的跟郭文贵有关的这些证据以后，然后我们集中的起诉郭文贵。因为打击王文耿他不过是郭文贵的一个爪牙，没什么太多的意义。大家都知道郭文贵手下的蚂蚁有太多，打击掉哪一个蚂蚁，郭文贵都不心疼，郭文贵只要及时跟他切割就完了。但是最重要的是要打击郭文贵，让郭文贵为他自己的言行，为他违反美国的法律付出代价。好，今天的节目呢就跟大家做到这里，谢谢大家。